Hello，大家好，我是二欢。今天分享的是日剧《哥哥太爱我了怎么办》。濑户花人生中第12次告白，又一次毫无悬念的以失败告终了。就连他的好友都觉得太奇怪，明明所有的告白对象都对他颇有好感，但却总是在他告白时像逃避瘟疫一样拒绝他。濑户花为了找到被拒绝的原因，他恳求刚刚拒绝过他的铃木告诉他真相。通过铃木，他知道原来哥哥从中作梗，威胁铃木不要靠近他。濑户花找到之前拒绝过他的人，所有人都承認曾遭受过哥哥的死亡威胁。濑户花覺得哥哥簡直不可理喻，他找到哥哥當面理論。お兄にずっと妨害されてたんだね。私に意地悪するのそんなに楽しい？ああ。最低！以前哥哥很温柔，总是会在他被欺负时站出来保护他，但现在他对哥哥很失望。为了报复哥哥的过度干预，他找到铃木，表示以后不会再让哥哥妨碍他们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哥哥的控制，但当他被铃木拉到树下准备接吻时，哥哥却突然从天桥上跳下来，咄咄逼人地质问铃木有没有和别的女生断了联系，做好了只和濑户花交往的准备。濑户花听到铃木极力撇清和他的关系，他才醒悟自己被铃木虚伪的外表欺骗了。看着被哥哥教训的铃木，他终于意识到原来哥哥一直在保护他。虽然哥哥不承认是为了保护他，但濑户花还是抱住哥哥感谢他。ありがとう。勘違いすんなよ。お前を泣かせるのがガキの頃からの俺の趣味だからな。他の奴にその楽しみ取られるわけにはいかねえんだよ。经历了铃木的时候，濑户花意识到自己看男人的眼光太差了，她决定不再找男友。但她的决定很快被新认识的千秋打破了。千秋对女生温柔又体贴，满足了濑户花对男友的所有幻想。她没有听从哥哥的警告，在千秋说出可以向她提出任何要求后，濑户花请求她扮演一天自己的男朋友。哥哥发现他们的约定后，为点醒被男人迷惑的濑户花，他故意学千秋对待女孩的方式，把她公主抱起来。濑户花从未被哥哥像这样温柔对待过，在被哥哥摸头时，她甚至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就在她小鹿乱撞时，哥哥却扫兴地说：やっぱ誰でもいいんじゃねえか。男は好きなやつじゃなくたってこんなこといくらだってできるんだよ。エロいことするためだったらな。濑户花为了体验拥有完美男友的感觉，她没有在意哥哥的警告，和千秋约在海洋馆见面。她很享受千秋的甜言蜜语，并且将她的情话信以为真。濑户花在约会结束时跟千秋表白，但千秋却没有答复她，甚至在遇到危险时也没有主动保护她，反而是一直躲在暗处偷偷跟踪的哥哥，在她遇到危险时第一时间冲出来把她护在了身后。濑户花想要恋爱的美梦，在听到千秋说对喜欢自己的女生没有兴趣后，又一次破灭了。哥哥看到他闷闷不乐的样子，特意做烤肉哄她开心。看到她的郁闷心情一扫而光，他才终于放心了。濑户花没想到，刚被千秋伤害没多久，他的初恋男神高岭竟然留学归来了。他接受了高岭的礼物，假扮他的未婚妻，帮他摆脱难缠的女人。高岭为了让女人相信他们的关系，故意演戏。濑户花虽然知道一切都是假象，但她还是忍不住对高岭再一次心动了。他们接吻的一幕被千秋撞见，高岭在知道濑户花被千秋甩过后，为还人情，故意跟千秋说自己是濑户花的未婚夫。千秋被刺激，因此对濑户花重新产生了兴趣。千秋在路上遇到找濑户花的瑶，他告诉瑶，濑户花和自称是未婚夫的男人在一起，并且把他们接吻的事告诉了瑶。瑶在学校看到妹妹被高岭接走，他原本追了一路，但听到他们接吻，他没有再去找濑户花。他坐在家门口等她回来，看到妹妹因为被高岭亲吻而开心的样子，他又气又恼地讽刺她。それで浮かれてるとかお前どんだけビッチなんだよ。違う。簡単にキスされてんじゃねえぞ。何すんのよ。誰でもいいんだろ。違う。いや。するわけねえだろ。妹に
好き見せてんじゃね見せてなえ。い。安い女になるな。お前は俺の妹なんだから。赖护花曾被高岭拒绝过，瑶不想看到他再因高岭伤心。他约高岭见面，质问他对赖护花的态度。高岭否认自己对赖护花有兴趣，但他却觉得瑶对赖护花的过度保护不止为空那么简单。他反问瑶：“お前妹に恋してんだろ？”バカか。ありえねえだろ。瑶解释自己阻止赖护花谈恋爱只是为了保护她，但高岭却提醒他这样的感情已经越界了。瑶虽然否认高岭的说法，但还是陷入了迷茫中。瑶为救国光和他一起摔下楼梯住进了医院。赖护花在照顾哥哥时遇到了作为主治医生的高岭。高岭发现赖护花对他抱有期待，提醒他昨天的吻只是为了摆脱女人演的戏。高岭离开后，赖护花才发现躲在一旁的哥哥。瑶亲眼目睹赖护花对高岭的吻充满期待的样子，他意识到妹妹对高岭的喜欢从未改变过。高岭虽然表示对赖护花没有兴趣，但当千秋挑衅说知道他不是赖护花的未婚夫时，他却反驳说自己和赖护花订过娃娃亲，并且在看到赖护花的睡颜后对他动了恻隐之心。お前のこと本気で好きになってもいいか？瑶和国光回到病房打断了他们。高岭和赖护花虽然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但瑶却注意到了他们的不自然。他因为担心，所以在妹妹走后跟了出来。赖护花想知道高岭话里的意思，他追随高岭进了楼梯间，却意外撞见他和女人私会。看到他们拥吻在一起，他才知道自己又一次自作多情了。就在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时，哥哥却拉住了他的手。見るな。因为哥哥还在住院，赖护花没有让哥哥送他回家。他在海边散心，回到家却发现哥哥等在家门口。虽然哥哥嘴上说因为睡不惯医院的枕头才回来，但赖护花知道哥哥是因为担心他才会特意赶回来。他很感动。お兄がお兄じゃなかったらな。そしたら私、きっとお兄のこと好きになってたのに。だってね。バカなこと言ってんじゃねえ。因为相信兄妹的关系会永远维系下去，他们像往常一样打闹，但当他们无意间对视时，彼此眼中却流露出不同于以往的暧昧。高岭来找擅自出院的瑶，赖护花因为受到打击，他请高岭以后无视自己的存在。赖护花以为从此不会再和高岭有任何交际，但高岭在知道被赖护花撞见和女人私会后，并没有知难而退，反而说他是自己的初恋，并提出要追求他。与此同时，曾拒绝过赖护花的千秋也宣布从今以后只对他一心一意。赖护花觉得自己进入了桃花期，但瑶却提醒他清醒点。在抢西瓜时，赖护花惹恼了瑶，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让着他，反而霸道地将他推倒在餐桌上。高岭撞见这一幕，他发现瑶比之前更主动了，他因此问瑶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们不是兄妹的事。瑶很意外高岭竟然会比他先知道，几天前他才从父亲口中得知赖护花在1岁时被家里领养，那时他刚满2岁，所以对此没有印象。但高岭比他们年长，他在赖护花第一次到家里做客时便知道他们不是兄妹了。高岭一直忌惮他们的亲密关系，不只因为是兄妹，他没有信心完全拥有赖护花的心，所以才会一直压抑自己对他的好感。为了确定自己的猜测，他追问瑶：妹に恋してんだろ？俺は妹じゃない。背とかに恋してる。あいつ誰にも渡さねえから。听到瑶亲口承认喜欢赖护花，高岭反而松了一口气。与其无端猜测，倒不如光明正大的竞争。高岭知道瑶为了考虑赖护花的心情，已经答应父亲在高中毕业后再告诉他真相。这意味着在赖护花毕业前，瑶除了继续默默守护以外，什么也做不了。高岭唯一的胜算就是在赖护花知道真相前把他抢走。他正式跟瑶宣战。その間に俺が奪っちゃうけど。わわせねえ。
瑶虽然信誓旦旦说不会让高岭抢走妹妹，但当听到妹妹在睡梦中叫出高岭的名字时，他气怒到发狂，却只能把喜欢藏在心底。早く俺を好きになれ。瑶知道妹妹因为摸不清高岭的真心，在千秋和高岭之间摇摆不定。夏日祭时，濑户花同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在哥哥的陪伴下和他们分别约会。瑶预感妹妹会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她想带妹妹逃走。高岭从他手中抢走了妹妹，瑶意识到除了看着他们的背影独自神伤外，自己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在神社祈福时，高岭亲吻了濑户花，濑户花被他的吻攻陷，以为这就是喜欢的感觉。在确定了自己的心意后，他主动拒绝了千秋的追求，并且把喜欢高岭的心事告诉了哥哥。瑶为了不伤害妹妹，忍住了想告诉她真相的冲动，但她却不甘心就这样把她交给别人。誰にも渡したくない。濑户花对哥哥的举动感到奇怪，同时对自己萌生不希望是兄妹的念头感到震惊。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困扰，他提醒自己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瑶知道妹妹真心喜欢高岭，他决定放手成全他们。在高岭接濑户花约会时，他正式把妹妹交给了高岭。俺の妹、泣かせんじゃねえぞ。分かった。兄、ありがとう。瑶虽然故作大方地成全他们，却没有勇气亲眼看着妹妹走向别的男人。她在妹妹和高岭约会时，躲在家里独自神伤。她想起小时候，妹妹在知道不能嫁给他时哭鼻子。为了哄妹妹开心，她给妹妹带上妈妈做的甜甜圈，并且承诺会永远守护她。但现在，妹妹却不再需要她的守护了。濑户花终于如愿和男神高岭在一起，但相恋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她发现哥哥开始躲着自己，并且自己会嫉妒闺蜜和哥哥走得太近。高岭看出了她的心不在焉，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完全占据濑户花的心。为了让她承认心里有瑶，他告诉濑户花他和瑶不是兄妹的事。濑户花无法接受自己是被领养的孩子。他人ってこと？答えてよ、兄！何にも変わらないから。虽然像哥哥所说的那样，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变，但濑户花却觉得心里空空的。在完全没有头绪时，他被英语老师的离职告白点醒了。もう禁断の関係じゃないんだから、気持ちを抑えないで素直になれよ。听了老师的话，他知道所有的顾虑都不是问题。他现在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哥哥自己的心意了。濑户花约了高岭，想和他分手，但在高岭的有意撮合下，他却意外听到了哥哥说喜欢他。高岭为了成全他们，主动提出了分手。濑户花因为感激他的体谅，哭得泣不成声。哥哥看在眼里，却误以为他舍不得高岭。お前が俺を好きになるまで待ってやる。けど早く好きになれよな。何言ってんの？は？もうなってる。え？瑶不敢相信妹妹会突然转变心意，喜欢上自己，但濑户花却告訴她，自己一直为彼此是兄妹，所以不能相爱的事所困扰。瑶终于知道妹妹原来和自己心意相通。瀬戸かも俺のこと。瀬戸か。大好き。他们确定了彼此的心意后，跟父母坦白了交往的事。父母虽然感到吃惊，但想到心爱的儿女能够牵手度过余生，他们送上了真诚的祝福。从此以后，她不用远嫁，她不会离家，他们会在海边的小屋，从青葱一起走到白发。想订阅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咱们下期见。